1912年的一个寒冷冬日，美国钢铁大亨安德鲁·卡内基的办公室里，一场改变商业历史的对话正在进行。卡内基面前坐着一位年轻有为的商人查尔斯·施瓦布。当时年仅38岁的他已经展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。查尔斯·卡内基的声音沉稳而坚定。我想请你出任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。施瓦布微微一笑，并没有立即回应这个诱人的提议。他知道，这家公司正处于亏损的困境中，前路充满挑战。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。最终施瓦布说道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我需要完全的自主权。卡内基欣赏地点点头。他看重的正是施瓦布这种敢于担当的品格。就这样，施瓦布成为了全美最早实现100万年薪的商人之一。他的时薪达到了惊人的3,000元，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短短半年内，施瓦布便凭借一己之力将公司扭亏为盈。他的成功引来了无数好奇的目光，人们纷纷猜测他是否拥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商业秘诀。多年后，当被问及成功的秘诀时，施瓦布微微一笑，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他任职期间的故事。有一次，一位高管因为判断失误，导致公司投资的生意亏损了上百万美元。在那个年代，这几乎相当于一笔天文数字。按照常理，任何一位领导者都会大动肝火，严厉斥责这位犯错的高管。然而，施瓦布却做出了令人意外的举动。他将高管叫到办公室，不但没有责备，反而真诚地赞扬道：“你成功保住了60%的投资，这已经很不错了。即使是我这个层级的管理者，也有比这更糟糕的时候。”高管听后深受感动，不仅努力弥补损失，在后续的工作中更是全力以赴，最终为公司带来了远超预期的收益。没有人能拒绝别人的赞美，施瓦布平静地说，而我最大的能力就是通过赞美来激发员工的热情和潜力。施瓦布的故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人际关系的核心在于理解并满足人性最基本的需求，被认同、被尊重、被欣赏的渴望。芝加哥大学曾进行过一项耗时2年的研究，他们走访了上百个城市，调查成年人最希望学习的课程。结果显示，除了健康之外，成年人最关心的就是与人相处的问题。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过，人的一切烦恼都源于人际关系。与人交往，若是关系处理不好，就会不断内耗，身心俱疲，直接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。那么，如何在复杂多变的人际网络中游刃有余？如何拿捏好每一段关系的分寸？人际关系学大师卡耐基在《人性的弱点》中为我们揭示了答案。他的智慧不仅帮助了无数人改善人际关系，更深刻地改变了现代商业和社交的本质。弗洛伊德曾说，人类可以防御他人的攻击，但对他人的赞美无能为力。这句话道出了人性中最深层的动力，对重视的渴望。每个人都渴求着他人的欣赏，希望对方能够看见自己的价值，给予肯定和赞美。然而，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看到的却往往是上司对员工的批评，丈夫对妻子的抱怨，朋友之间的挑剔。这些负面的互动方式，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树立了某种威严，却也在无形中浇灭了对方的热情。
使彼此产生了难以弥合的隔阂。2018年，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，在工作场所中，员工收到的正面反馈越多，其工作效率和创新能力就越高。研究者追踪了500名员工长达1年的表现，发现那些经常得到赞美的员工，其工作效率平均提高了 31%， 而且更愿意主动承担额外的工作任务。赞美是人际关系中最强大的催化剂。哈佛商学院的组织行为学教授特蕾莎·阿马比尔说，它不仅能够激发人的潜能，还能够建立起深厚的信任和连结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能看到赞美的神奇力量。一位年轻的母亲分享了她的经历，她的儿子在学校表现一直不佳，老师和其他家长都认为他是个问题儿童。但这位母亲选择了不同的方式，她开始有意识地发现并赞美儿子的每一个小进步，哪怕只是他主动整理了自己的书包。起初，他对我的赞美显得很不习惯，甚至有些怀疑。这位母亲说，但渐渐的，我发现他开始为了得到赞美而努力做得更好。半年后，他不仅在学校的表现有了明显改善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开始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。赞美的力量如此强大，但要发挥它的最大效果，我们需要遵循几个原则。首先，赞美必须是真诚的，人们能够敏锐地感知到虚假的恭维，这不仅不会产生积极效果，反而会损害彼此的信任。其次，赞美要具体而非笼统，你真棒这样的笼统赞美，远不如你的这个报告结构非常清晰，特别是第3部分的数据分析非常深入，这样的具体赞美更有力量。最后，赞美要及时。当一个人刚完成一项出色的工作，或者展现出某种优秀质量时，立即给予赞美，效果会更加显著。你想要获得便利，就要学会让别人占便宜。这句话乍听之下似乎有些矛盾，但它道出了人际关系中的一个深刻真理。卡耐基曾给领导者提出了5点关于社交的建议，位列第一的便是忘记自己的私利，关注对方的利益。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智慧中也有体现。孙子兵法中有云：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你若想从别人身上获得好处，最重要的便是先要让别人占便宜。这种先予后取的智慧，在商业世界中尤为明显。亚马逊创始人杰夫·贝佐斯曾说，在商业中，最成功的策略往往是先为客户创造价值，然后才考虑如何从中获利。亚马逊之所以能够从一家小型网上书店发展成为全球电商巨头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客户至上的理念：先满足客户需求，创造超出预期的体验，然后才是考虑公司的利润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这种智慧同样适用。有一位网友分享了他观察到的有趣现象，他家门口有2家蔬菜店， A 店总是门庭若市， B 店却门可罗雀。按理说，2家店卖的东西质量和价格都差不多，客流量应该平分才对，但现实情况却大相径庭。好奇心驱使这位网友开始暗中观察。1周后，他发现了其中的奥秘。原来当顾客在 A 店结账时，老板总是先说出总价，然后强调一声给您抹个零。听说顾客要做拌凉菜或者煲汤，他还会贴心地附赠一把小葱或香菜，碰上水果上心，他更是热情地送给大家尝鲜。
反观敝店，老板虽然也没缺斤短两，但他从不抹零，也从不送菜，顾客觉得占不到便宜，自然也就不想再去他家买东西。这个小故事揭示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：人性本就是趋利的，哪里有利益，人就更愿意去哪里，让人家觉得你有利可图，人家就更愿意与你交往，为你付出。任何一段长久的关系都离不开价值的交换。当你能够想他人之所想，先满足对方所求，他自然也会成全你。在职场中，这种先予后取的智慧同样重要。一位资深的职场顾问分享了他的观察，那些在职场上最受欢迎、升迁最快的人，往往不是能力最强的，而是最懂得帮助他人的。他们会主动分享资源，提供支持，解决同事的困难，而不求回报。久而久之，当他们需要帮助时，自然会有许多人愿意伸出援手。在职场中，你的人脉网络就是你的净值。这位顾问说，而建立强大人脉网络的最佳方式，就是成为一个给予者，而非索取者。人人都喜欢好人，但没人喜欢老好人。这句话道出了人际关系中的另一个微妙平衡，如何在善良与坚定之间找到恰当的位置。卡耐基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：每个人都喜欢和好人交往，可人一旦善良过了头，这个好人就会生出一种廉价感，大家会默认这样的人不值得被尊重，于是谁都会来踩上一脚，让你遍体鳞伤。著名作家梁晓声曾在节目中遇到过这样一位读者。这位读者说，自己前几个月刚开了一家饭馆，生意也还不错，但最近有一件麻烦事让他吃不好睡不好，每天都困扰不已。起因是在他饭馆开业之初，曾邀请几位朋友来免费品尝，没想到其中一人把他当成了免费饭票，不仅自己每天来蹭饭，还带着亲戚们来白吃白喝。读者想委婉地提醒他自己经营不易，但又怕说得不好会伤害彼此的感情。梁晓声听后建议他直接挑明。当读者鼓起勇气亮出自己的底线后，这位朋友反而开始尊重他，每次吃完饭都乖乖付钱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很多时候，人之所以活得痛苦，就是因为习惯了退让。你越好说话，别人就越觉得你没实力；你表现得越软弱，别人就越敢肆无忌惮地压榨你。人性本就是欺软怕硬，你若执意当个老好人，就别怪别人看不起你。心理学家亚当·格兰特在他的著作《给予》中提出了3种人际互动模式：给予者、匹配者和索取者。研究表明，在职场中表现最差的往往是那些无条件给予的人，他们容易被他人利用，最终耗尽自己的资源和精力。而表现最好的，则是那些有智慧的给予者，他们乐于帮助他人，但同时也懂得保护自己，设定清晰的界限。善良不等于软弱，慷慨不等于纵容。格兰特说，真正的善良需要勇气和智慧，需要你在适当的时候说不。在人际关系中设定健康的界限，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，也是对关系本身的尊重。当你清晰地表达自己的底线，对方反而会更加尊重你，关系也会变得更加健康和平等。正确的做法是，你可以温顺，但必须长出爪牙；你可以不伤害别人，但一定要有伤害别人的能力。
因为只有当你变得不好惹时，你遇见的每个人才会和颜悦色地对待你。在人性的弱点中，有这样一个故事：纳菲尔管理着一家燃油公司，他想为一家大型企业提供燃油，可很长的时间内，他派出去的业务员都屡屡碰壁，对方始终不为所动，坚持跨越数千里从外省进货。纳菲尔百思不得其解，以为对方不愿意和自己合作。偶然的一次机会，商界组织了一场辩论赛，他和对方公司的经理恰好成为队友。在得知经理是辩论老手后，纳菲尔决定亲自去拜访对方。本来纳菲尔都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，但最终他们相谈甚欢，聊了近2个小时。谈话结束的时候，经理亲自把纳菲尔送到门口，并询问纳菲尔是否还愿意为自己提供燃油。纳菲尔受宠若惊，表示自己非常乐意效劳，但同时他也说出了自己的疑问：为什么你之前拒绝了那么多业务员，这次却欣然同意了呢？经理笑了笑，说道：他们一进来就介绍产品，让人不胜其烦，而你不一样，你会认真听我说话，给我真实的意见，这感觉棒极了。后来2家公司的合作非常愉快，2人也在相处过程中成为最好的朋友。这个故事揭示了人际关系中一个常被忽视的关键：倾听的力量。很多人认为，所谓交流，就是要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让对方明白自己的诉求。可直到体会了被拒绝的滋味，人才幡然醒悟，让别人听话最好的方式不是说，而是听。你只有先听懂别人的想法，别人才会去理解你说的话。纽约电话公司曾经做过一项调查，研究在日常电话沟通中，哪个单词的使用频率最高。结果发现，在500个电话中，我这个字被使用了900次。这个数据反映了一个普遍现象：人天性就是自私的，每个人都只会关注自己。回想一下生活中的场景，当你在别人面前喋喋不休，让别人插不上话时，他的神情是不是越来越不耐烦？当你想找别人办事，却只叽里呱啦去说自己的诉求，对方是不是只敷衍了你几句？这其实是很多人都会踩中的雷区，只想表达自己，却忘了倾听别人。真正的倾听不仅仅是保持沉默，而是全神贯注地理解对方。沟通专家史蒂芬·科维在《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》中写道，大多数人不是在倾听，而是在等待轮到自己说话。有效的倾听需要我们放下自我，真正进入对方的世界。这意味着不仅要听懂对方的话语，还要理解话语背后的情感和需求。当对方感受到被真正理解时，他们自然会对你敞开心扉，愿意聆听你的想法。如果你想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，你要做的不是着急地说，而要先微笑着听，让对方认为自己是谈话的主体，感觉到被重视、被认可。这样你在开口时，别人才会对你的话感兴趣。心理学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被称为富兰克林效应。本杰明·富兰克林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，他曾经有一位政治对手非常敌视他。为了改变这种关系，富兰克林并没有送礼或拍马屁，而是向对方借了一本珍贵的书。对方将书借给他后，富兰克林认真阅读并细心保管。1周后，带着感谢亲自归还。从此，这位曾经的政敌变成了他的挚友，
并在政治生涯中给予他极大的支持。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反直觉的道理：相比那些被你帮助过的人，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，反而会更愿意再帮你一次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想和谁缔结关系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成为求助者。这个方法也被卡耐基广泛运用在自己的教学中。他还讲了自己学员的故事。这个学员名叫艾姆塞尔，主业是推销铅管。他想和一位铅管技师做生意，可对方总是很冷漠，每次见到艾姆塞尔都会不耐烦地摆摆手，不给他说话的机会。不过后来一次求助打破了这种僵局。那时候，艾姆塞尔的公司打算开设分公司，地点正好与铅管技师的房子为邻。于是艾姆塞尔以了解新地址为由，去请教铅管技师。没想到这次铅管技师并没有赶他出去，而是拉过来一张椅子，花了1个小时来给他讲解。在这过程中，他们相谈甚欢，不知不觉中就成了朋友。而这次，艾姆塞尔并未提任何关于销售的请求，最终却仍旧获得了一大笔订单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一段好的关系往往就是麻烦出来的。你有棘手的问题，我愿意帮忙；我有难办的事情，也会找你求助。一来二去，两人的交集越来越多，彼此的关系才能不断加深。人与人就是这样，没有相欠，就没有羁绊。不麻烦别人，你就永远找不到关系的突破口。很多人无法和别人建立连接，就是怕欠人情，不敢开口。但其实让别人帮助你，反而可以让对方感受到尊重和认同，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。当你请求别人帮忙时，你实际上是在表达对他们能力和智慧的信任。心理学家罗伯特·西奥迪尼在《影响力》一书中写道，这种信任往往会激发对方的责任感和自豪感，使他们更愿意投入到帮助你的过程中。如果想得到别人的好感，主动求助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彼此对对方都有需求，一段关系才有继续下去的理由。有人说，真正的育人其实是育心。那些所谓的社交高手，看似让人捉摸不透，但实际上，他们也不过是能听出对方的弦外之音，能看懂对方一举一动背后的需求。回顾施瓦布的故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半年内将一家亏损的公司扭亏为盈，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商业才能，更是因为他深刻理解人性，懂得如何激发每个人的潜能。他没有用责备和惩罚来应对失误，而是选择了赞美和鼓励。这种对人性的深刻洞察，使他成为了一代商业传奇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无论是家庭关系、朋友交往还是职场互动，都可以运用这些智慧来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。真诚地赞美他人，满足人们被认可的需求，先为他人着想，创造价值，然后才考虑自己的收获。设定清晰的界限，做一个善良但不软弱的人。学会真正的倾听，理解对方的需求和感受，适时地寻求帮助，建立更深层次的连结。社交本就是一种博弈，你想赢就得深谙人性的弱点，你想一直赢，就得让人性的弱点为我所用。洞察了对方的内心，了解对方的需求，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你都能混得风生水起。正如卡耐基所说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，
决定了一个人成功的 85%。 在这个日益强调连接和协作的时代，掌握拿捏关系的艺术，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，还能够为我们的事业和生活带来无限可能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